那么在我们练习完了这个静态路由啊以及静态路由的主备以后，那么下边我们来介绍一个特殊的路由啊，就是叫做缺省路由。有的书上呢管这个缺省路由呢叫做默认路由，一样的啊，缺省路由和默认路由是一样的。那么缺省路由是什么啊？这个东西是一种特殊的路由条目啊，是一种特殊的路由条目，可以通过静态的配置方式来完成，也可以通过什么呢？某些动态路由协议去生成这个缺省路由啊，比如说后面我们讲到的啊 P 级课程里面我们谈到的 OSPF 和 ISS 都可以生成缺省路由。那么在我们的路由表中，缺省路由表现为什么呢？什么叫缺省路由呢？只有一个东西可以叫缺省路由，就是 0.0.0.0 延码为 0.0.0.0， 也就是说 0.0.0.0 斜杠0。这个东西就是在我们的网络中或者在路由表里面我们称之为缺省路由啊。那么这个是特殊的一个路由啊，只有它能叫做缺省。那么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啊？我们来说，当路由器收到了一个数据报文，并且在找这个路由表中找路由表的时候收到一个 IP 报文，那么我就要根据它的这个目标 IP 去找我路由表里面匹配的条目。如果说我在路由表中找不到明确的匹配路由的数据报的时候，我们就用缺省路由来匹配它。它就是任何一个数据报文都会被缺省路由所匹配或者说任何一个单波的数据报文在转发的时候都会被缺省路由所匹配。那有同学就会说，既然你缺省路由就可以了，那你还要那么多其他的路由干什么呢？注意，它是 0.0.0.0 斜杠0，也就是说在谁都匹配不上的时候才跟它匹配。如果说有一个详细路由也匹配了，比如说有一个详细路由指向了E0-0 这个端口，而缺省路由呢指向了 S0-0 这个端口，那么你说它会用哪个呢？根据我们的最长匹配原则根据我们的最长匹配原则，只要有人能匹配上那个数据报文，就不会用它，它是最短的匹配项，所以说是实在没办法，或者说实在找不到路由条目才会用它你如果说想修改这个数据报文，那么 OK， 你修改数据报文的转发方式 OK， 你确实可以使用这个一个更详细的路由来替代掉它。其实不是替代，就是说有更详细的路由就不用它了嘛那么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缺省路由所代表的是什么？就是谁都可以匹配上，所以说缺省路由代表的是所有网络，或者说是所有主机，所有目标地址那么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呢？注意，其实这个 0.0.0.0 这条路由在 80% 甚至更高的这个比率里边路由器都会有这么一条路由。它是干什么用的呢？最简单的，我告诉大家，最简单的是什么？上互联网。其实呢，对于我们来说，互联网的这个网段是千变万化的。比如说今天我在这个机房新租了一个机架，那么可能呢这个机房会给我一段 IP 地址，我把这个业务上线了，那么 OK， 那么我的这个你就多了一段，互联网上就多了一段路由和地址吧。然后呢过了1个月，那我说这个业务可能开展不起来，或者说不太好，我要把这个业务关掉或者说本来我这个是个测试的东西，我测试完了，然后我要把这个关掉，我跟机房其实就租了1个月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以后，我这个业务就下线了。那么在机房没有把这个 IP 地址卖给别人的时候，是不是这一段路由就没有了？在互联网上这种情况会经常的，甚至于可以说是在任何时候都会发生的一种情况因为是全球的嘛，互联网上。那么你能够得知互联网上所有的路由吗？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除了运营商以外，我们不会得到互联网上的所有的路由条目
啊，通常我们会认为不会得到所有条目。那么如果我们不会得到所有的路由条目的话，那么我们怎么去表现这个所有的地址呢？就是用它，它就代表了所有的主机或者所有的地址。啊，事实上，运营商是可以得到所有的具体的详细的这个路由条目的。啊，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这个条目的数量是多少呢？是50万家。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路由表是吧？这叫一条，50多万条。啊，什么概念？就是你在这儿摁着空格翻篇是吧？翻很长时间都不见得翻得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吧？50多万条对于我来说有用吗？有可能对于，比如说你作为一个普通业务啊，普通用户，像我们在家里面，对吧？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用户，我有必要知道那50多万条都是啥吗？不知道，我只要知道上网的时候找运营商、找电信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是最好的。这个东西代表的是所有，也就是说它可以同时代表那50多万条。我们写一个这个路由，然后将吓一跳也好，出口地址也好，指向电信，完了。啊，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缺省路由啊，一般的情况下是，只要你想让你的网络访问互联网，而且没有限制的访问互联网，那么一般我们都会有缺省路由。当然，在我们的网络里面，缺省路由还有一个是，某些情况下啊，我们会隐蔽掉一些网络信息，就是你甭管我这边是什么网段，反正呢，你想访问我，你就给我就可以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也写一个缺省路由。缺省路由的静态写法啊，我们说静态路由可以创造这个，可以写一个缺省路由，创造一个缺省路由的路由表象。那么缺省路由的静态写法，跟写静态路由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也是 IP root static 啊，也是 IP root static， 后边写目标和网段，那么这儿啊你就特殊一点，写 0.0.0.0 这个东西啊可以缩写成一个0，然后下一跳地址或者是出接口，写完了以后啊，那么你的路由表里面就会出现一个 0.0.0.0 的路由，这条路由下一跳接口都一样，来源因为你是写的静态，所以是 static， 优先级60。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说到的缺省路由。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最好用缺省路由呢？注意，这种情况下，在这个网络里边，注意看啊，在这个网络里面 ，R4 是非常非常适用于缺省路由的。为什么？因为对于这边的网络来说 ，R4 只有一个出口，就是 R3。我们可以认为 R3 就是 R4 的运营商。R4 除了自己直接连接的这些东西以外，访问哪儿这边的是不是都得经过 R3 呢？所以说，对于 R4 来说，我写一个缺省路由 ，R4 写缺省路由指向 R3， 然后不管怎么到这边，你这边加多少个网段，我都可以用缺省路由所匹配，因为我可以匹配任意嘛，然后发给 R3。对于 R3 来说啊，作为人家的运营商了，是吧？你这个地方你就不太好用缺省路由了，特别是在有多个出口的时候啊，多个方向的时候，你是不太好用缺省路由的。那怎么办啊？你该怎么写路由怎么写路由。所以说，缺省路由最佳的使用环境是我们叫做末节网络，或者就像我们的 R4 一样，或者说就像我们自己家一样。我们在自己家里面，对吧？我们一般的情况下，自己家里面是只有一个运营商，要么是电信，要么是联通，要么是移动啊，要么是小区宽带，反正我们一般不会有人家里面申请2条线路吧。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下来说啊，那么我们就是写一个缺省路由啊，写一个缺省路由以后呢，我们就直接发给我们的运营商，反正剩下的事情运营商管了。啊，运营商呢肯定也会有缺省路由，但是它的缺省路由肯定就不会那么简单了啊。运营商的网络还是很复杂的。
那么对于我们现在买的那些什么无线路由器啊、家用的宽带路由器啊等等，事实上呢，它不让我们去写静态路由，对吧？但事实上它自动的会有一个缺省路由的出现，缺省路由，然后将下一条指向你的运营商，这个是它可以自动完成的。啊，那么同时呢，缺省路由其实在某些情况下也支持负载均衡，也支持主备，啊，也支持那个我们写的一个60、一个70这种路由备份。啊，都可以支持，但是呢，一般的情况下啊，这种缺省路由呢用的相对来说少一些，特别是负载，路由备份呢可能还稍微有一些多啊。那么对于负载来说呢，可能是稍微少了一些啊，稍微少了一些。写法也跟这个静态路由的写法是一样的，只要你用静态路由写，缺省路由只不过是目标和掩码这儿有点特殊，匹配的时候有点特殊，但是在配置的时候。啊，通常我们说，如果你想用静态路由去配置一个缺省路由，跟写普通的静态路由没有任何区别，该写什么参数写什么参数。好了，那么这是我们静态路由的最后一个部分，缺省路由。我们休息一下。